新的一年2024年，大家好啊！相信大家对埃及金字塔应该都不陌生吧？由巨石所建造堆积而成的。而在南美洲有个地方的巨石遗迹，可以说是跟埃及金字塔齐名的普马蓬古巨石，但它的工艺可以说是比金字塔又更为神奇高超。今天我们就先来聊聊这个普马蓬古巨石。曾几何时，这个地方有着高度的繁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留下了这一片像是废墟的遗迹。它的谜团可以说是比金字塔还要大。那完美精准切割的巨石，就像现代科技或雷射水刀切割出来的。这些巨石就像一个古老的乐高玩具一样。难道外星人除了造访金字塔以外，也曾经造访过这里吗？普马蓬古巨石遗迹是位于现今南美洲的玻利维亚与秘鲁的交界处。原本以为是个废墟的地方，大约于西元1549年时，被第一位欧洲游客发现。之后，陆陆续续许多考古学家探访，更是在西元1926年代，一位奥地利的考古探险家对它进行了研究，更是提出这个地方应该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遗迹，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5000年以前。在故事开始前，再请荧幕前的你多多支持，帮我订阅按赞哦。那接下来就来介绍普马蓬古巨石遗迹。普马蓬古是属于玻利维亚丛林中的一个神圣遗址的遗迹。普马蓬古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美洲狮之门。当时这块区域曾经是古印加文明的所在地。一开始，考古学家认为这里应该是属于古印加文明的一部分，大约是距离现在大约2000年左右的时间。不过当时他们并没有使用仪器探测，而是根据推算猜测。而这地方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高原处，海拔约3700米以上，是目前最大的巨石遗迹之一。正常来说，海拔超过2700米开始，依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就已经会出现高原反应了。那巨石遗迹是如何盖在那个地方的呢？普马蓬古作为城市的起源，可以说是大约在西元6世纪左右。现在这个地方四处散落的石头和断了一半的石板块，都可以说明曾经这个地方有着辉煌的时代。不过最令考古学家震惊的是，在这个高海拔的地区，巨石是如何搬上来的。如果是平地上还能理解，而且这些巨石表面光滑，其精准的切割的样式，大小的孔洞，如果搬到现代，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毕竟现在的科技发达，这样的高度先进、精准的工艺技术，怎么样也无法跟古印加文明搭上。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的考古学家阿瑟波斯南斯基在当地工作了数十年，更是提出了一个超出当时在那个年代的理论。由于那时候碳十式还没有发明，它是根据这些巨石块的遗迹和星星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是天文学，以此推论，这遗迹比其他学者所猜测的时间还要更古老久远。这是存在于15000年前的古老建筑。不过最令考古学家们震惊的是巨石的工艺。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巨石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虽然从照片上看，第一眼可能都会觉得是混凝土，不过这些石块就像普通岩石一样，经过考古学家检测，有些都是安山岩所制作的。安山岩是属于火山喷发的岩浆，快速凝结而成的。可以看一下混凝土跟巨石的对比，是不是很类似啊？因此，我还特意去查询了安山岩的成分，它名字来源自南美洲安第斯山脉所发现的岩石。根据末世硬度，它的硬度约6至7度左右。由于每个安山岩二氧化锡含量都不同，通常都是介于52% 到66% 左右，是比金属还硬的。例如，金跟银的硬度才2至3而已。因此，考古学家说，当时的人类是怎么用锤子跟凿子开挖雕刻巨石的，还能使表面这么光滑，甚至有些孔洞才几毫米而已。你们看看这照片，这么小的孔洞，还有一些普马蓬古巨石的镶嵌物，也是只有10分之几毫米厚而已。这加工困难度可是非常的高，即使现今时代技术能实现，但是在久远的以前，他们似乎不太可能是用石头或青铜工具所制成的，完全没有头绪是用什么制造而成的。
而且考古学家更是探测出，有些安山岩的硬度都高达8左右，除非是使用现代科技、先进的钻石切割或钻头才有办法。在这些巨石中，更是有从几十吨到几百多吨左右的巨石，10吨换成公斤数，那可是1万公斤啊！它们的高度大约都是5英尺，也就是150多公分，宽度约160公分左右，厚度大约是60几公分。怎么看都像是经过精密加工过的，这也是普马棚谷巨石遗迹中最难以理解的神秘之处，其中在于遍布废墟的结构，以及精确性和复杂性。雕刻精美的门和重达130多吨的完美光滑的石块，没有丝毫的开凿痕迹，每一块的石头都像是经过精细切割，并跟周围的石头相匹配，并且这些石块就像乐高一样拼接一起，接缝可以承重，而且无需使用砂石泥浆，精准度挑战了当今的工程能力。考古学家更是发现，巨石的这些孔洞都是他们将金属融合后导入孔洞内，用来衔接另一块巨石用的。经过采样发现，孔洞里面还有金属熔度高达1500度以上，这加热技术在那远古的时代真的有点让人匪夷所思。还有一个最令考古学家和工程师困惑的是神秘的 H 型石块的存在，它们的尺寸都相同，给人的印象就像是这些是批量生产出来的，就像是使用了模具制造，还很有立体感。每个 H 都还有经过雕刻，最有趣的是这些石头都是有磁性的，拿指南针往上一放，会发现指针有变化。不过可以肯定的，这些巨石都是天然形成的，安山岩的形成里面含有矿物质，所以如果是人造石头是不可能的，但雕刻肯定是某种高科技的技术。题外话，你们不觉得这个巨石 H 有点像某个品牌的 logo 吗？然而由于安山岩采石场距离城市约60公里左右，你现今开车也需要花大约30至40分钟左右，那在远古时期没有汽车的情况下，那得花多长的时间搬运？其中20公里位于玻利维亚的沙漠区域，因此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也让考古学家匪夷所思的地方，更是有学者认为会不会是外星人？虽然可能会有人认为，依照古时候用木头放置底下滚动来移动巨大的石头，但这是在海拔3700多米的地方，陡峭的山坡与险峻的道路，这怎么滚动呢？会往下滑吧。而这些考古学家更是结合着这些遗迹，以及使用现代的 3D 打印技术，拼成像图片这样的模型，像不像乐高玩具一样？但这个东西到底在干嘛的呢？虽然有人猜测，这可能是某种高科技的东西，或者更为神话的说法，是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而在普马棚谷巨石遗迹附近，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一个遗迹，并使得这两个地方存在着一样的文明的方向，进行了考古探测。而这个地方就是蒂亚瓦纳科的遗迹。当考古学家对蒂亚瓦纳科进行考察时，发现到这个地方确实曾经有人类居住过的痕迹。然而根据这个地方的面积估算出，这遗迹曾经大概住了大约4万左右的居民，不过现在却感觉这地方就像一夜之间所有人都消失了，然后荒废了。于是考古学家开始对这个遗迹做研究，他们发现这里的石头遗迹跟普马棚谷巨石完全不一样，这里的石头相对比较小，而且切割开凿的方式也比较粗糙，很明显的可以确认这是人工加工的。而考古学家他们更是在这遗迹发现了类似神坛的地方，而在这神坛的附近周围墙上更是发现了墙上都是一些石头雕刻的头像，而且每张脸都不相同。虽然按照古印加文明的说法，这可能是个神的墙，上面都是每个神的长相，不过考古学家对这个说法并没有完全采证，他们认为这应该是世界各地上不同人类的长相，其中还有一个，你们看像不像外星人的模样？这座神坛中间有立了一个石柱的雕像，不过雕像跟当地风格完全不一样，雕像上就像是长了浓密的胡子一样，完全不像当地的人。考古学家更推测，这更像是白种人的脸，因为南美洲当地的印第安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没有胡子的。之后更是在这里出土了许多文物，像是巨石雕像，
远古圆盘、器皿等等。其中考古学家更是发现器皿上的文字竟然跟苏美文明的器形文字一模一样。但是这个地方是南美洲，跟苏美文明发现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完全不在同一个国土上。之后考古学家更是猜测，前面神坛中的石柱雕像可能是苏美文明中的阿努纳奇。不过在这遗迹中最著名的是有一个完整保存的太阳之门，在当地更是有一个传说，在远古时代从天上来了一群巨人，他们有着高超的技术，而且传说中巨石是巨人使用超能力意念控制石头飞起来的，然后并拼接在一起。而最早一开始，当欧洲征服这地方时，也发现了这遗迹，并曾经询问过当地的印加人是谁建造的，而得到的答案都是我们没有建造它，我们父亲的那一辈人也没有建造它，是远古诸神们在一夜之间建造的。普马蓬古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遗迹，虽然到现在它的用途以及建造者还是一个谜团，不过在2012年时，更是有新的考古发现。在西元2012年时，由门多萨博士领导的考古学家团队利用了地面探测雷达，在距离普马蓬古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异常现象，地底下大约有个60英尺的空间。博士说，根据他们团队的推测，这一个空间不是天然形成的，可能是一座人造的墓室，但是目前还没有直觉的证据能证明。更是在当地的报纸上，考古博士给出了一些资讯。首先，这个异常的空间是在距离地下约4英尺左右的地方，深度约10至11英尺，而这密室大约是6至7英尺左右，房间的长约12英尺，宽约5英尺左右，而里面大部分的空间是空的。不过好像有一个阶梯可以通向这个地方，但他们的团队认为入口处被塞满了岩石和一些土壤，是为了防止其他人进入。而在房间的尽头有一个很大的东西，他们一致认为应该是一个石棺。不过后续博士与他们的团队正打算与一家钻孔公司合作配合，打算钻一个孔，并塞入一个摄像机探测里面，希望这些考古学家们之后伟大的发现能解开这个谜团。你们觉得普马蓬古巨石遗迹是谁建造的呢？欢迎底下留言哦。那今天就说到这里，你的点赞订阅是给予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哦。那我们就下期见喽。